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亚运会英雄联盟项目的比赛全部结束了，中国代表队最终拿下一枚铜牌，让很多观众直呼失望。赛后，观众们纷纷开始质问 LPL 这边的人员选拔与集训到底是怎么做的。而在这个期间，韩国解说 Cloudtemplar 也是开团 LPL， 指出中国队的问题所在。韩国元老解说 Cloudtemplar 经常会在直播中分析比赛，在此前 LPL 经常性取胜的时候，也会给予 LPL 赛区的队伍肯定。曾经直言 LCK 的硬实力已经不如 LPL，LCK 的队伍打 LPL 不再是高姿态，而是应该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去打 LPL 的队伍。关于这次的亚运会 ，CT 也是给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直言自己这边，包括很多 LCK 的解说和教练都认为中国队的选拔存在严重问题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中国队选出的这个阵容不合理。CT 的原话是这样的：老实说，我不知道中国队的选拔信息，我感觉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这么选。为什么会这么选？太可怕了！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就分析过，中国队的这个阵容有点，就感觉他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。CT 随后直言，这支中国队在选出来的时候 ，LCK 这边就认为是比较弱的，然后就是 EDG 选手的状态不好，杰杰和 Mako 的状态真的不行。LCK 这边其实是更担心荀的，觉得荀选手更难对付一些，但是荀没有上，杰杰的打法存在问题。这里我们简单复盘一下当时的选拔，确立了以 EDG 阿布为主导，朱开为主教练的一个选拔人员。而在选拔的时候，决定谁入选最终名单的这个权利上， EDG 可能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，导致第一版本的阵容出来后，杰杰和 Mako 入选，同时上单是369和 Bing。第一版阵容还有个奇怪的点，就是 Jack Love 也入选了。以当时的观众视角来说，其实选拔方面没有太多可以考虑的东西， LPL 就直接从冠亚军队伍中挑选手就可以了。EDG 那边春季赛是拿到了季军，所以勉强够得上资格，但是入选两人明显也是不那么合理的。当时观众们认可的阵容是369、Bing、荀、Knight、Elk 和 On。 后续出现了意外情况，亚运会进行了人员更换，369和 Jack Love 退出，荀和 Elk 加入，形成了最终的阵容。但夏季赛期间 EDG 辅助 Mako 状态大幅度下滑，我们能理解选择 Mako 的原因是觉得他是老将，是指挥，能为队伍带来额外帮助，但结果是这些他都没做到。其实亚运会的最终名单在7月15日之前可以进行一次更换，当时369和 Jack Love 退出，观众们认为是一次修改名单的机会，但不知道是否存在不可以大规模修改名单的规则。如果当时能够换掉辅助的话，可能结果会好一些。另外一个角度，个人认为，即使中国队派上最强阵容，也很难击败韩国队的一个原因就是教练组问题比较大。LPL 无法派 OM 进入教练组，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。除了朱开外，国产教练能用的只有 Tubi 可能会比朱开更好，但更熟悉 JDG 体系的 OM 不在，在韩国队充分发挥 Canavi 和 Ruler 实力的情况下，都是不好打的。最终结论就是，今年 LCK 下的一招狠棋成功奏效，而 LPL 这边的集训出现了巨大问题，导致两支队伍实力差距过大。在亚运会结束之后，绝大多数的言论是在只拿到铜牌以后讽刺 LPL， 甚至有韩国电竞圈观众锐评，没有韩援的 LPL 在亚洲范围内也只能算第3赛区。显然这次英雄联盟项目拿到金牌后，又让 LCK 赛区的观众重拾自信，并且借机开始嘲讽 LPL 队伍一直是在靠着韩援才能在 S 赛拿到成绩。而许多 LPL 观众在看到韩网评论后，也是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。毕竟刚刚才在亚运会英雄联盟项目的比拼中输给对手，在 S 赛取得冠军的3支 LPL 队伍中也确实都有着韩援存在。不过事实上在 MSI 以及上一届亚运会 LOL 项目的比赛中，全华班不靠韩援也曾正面击败过韩国队伍拿到冠军，因此也不能因为一场比赛的失利就否定 LPL 赛区的失利。只能说希望下一届亚运会如果还有 LOL 项目的话，中国队的选手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中国队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